大家好，我是北辰。在上一期的视频中，让大家见识了一种新的面包虫。这种面包虫呢，体型呢是非常巨大的。来，我们看一眼，就是这种，与我以前购买的面包虫呢相差很大。这种面包虫的体型大概是以前面包虫体型的2到3倍。那么它们的战斗力，也就是实力如何呢？我并不是特别的清楚，所以本期呀，我们呢就来做一个测试，看看他们的实力究竟如何。前面呢都是一些小只的面包虫，那么本期呢，我们就来看一看这种面包虫它的实力如何。其实这两种面包虫呢有很大的区别，大家可以看到，这种面包虫它的活跃度是非常高的。相比之前的那些面包虫呢，它的活跃度很低，我不知道是为什么。可以看到啊，从视频里可以看到，这种面包虫非常活跃，是吧？那么我用什么测试呢？给大家看一下我给他们准备的食材。大家看一下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一个饼，一个还算不小的饼，其实就是正常的大小。这个饼呢，本来呢是我的早饭，我把它省下来，就是为了用来测试这些面包虫的。其实对于这些面包虫来说呢，这个饼并没有太大的挑战性，因为这个饼呢是很软的。它并不像土豆或者说蒜一样硬，所以呢，本次呢我只是测试一下它们的时速，也就是它们吃饭的速度。那你们猜它们大概会用多久将这个饼消灭掉？下面呢，我们就开始本期的测试。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些面包虫它的活跃度是真的很高。再给大家看看之前的面包虫。这么一比较的话，这些面包虫好像死气沉沉的，一点活力都没有。这两种面包虫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是不是这么一对比，马上就能看出明显的区别？咱们进行本期的测试，准备好面包虫，然后呢，把饼给它们。这个饼个头还是不小的，还挺香的啊！这个饼，看看他们多久能消灭掉这个饼。面包虫很快就爬了上来，看来他们还是很喜欢这个饼的。我们看一下细节，哇，这个面包虫的撕咬能力是非常强的，看到了吗？与之前的面包虫完全不一样。之前的面包虫只能是慢慢的啃，完全体现不出撕咬能力。再看这些面包虫，果然都是大家伙。现在这个饼已经被他们疯狂围攻了。我们翻个个试一试，看看下面是什么情况。感觉面包虫的力道还不小。面包虫把这个饼已经完全包围了，看来他们吃饼的能力是真的很强。现在这个饼已经被啃得活活压压了。
而且小了很多。看来用不了多久，这个饼就被他们消灭掉了。经过一晚上的挣扎，饼不仅没消灭，面包虫还全都成这样子了。看来空调房真的不适合养面包虫。可是现在我又没有其他的好地方，那么大家给我出主意，这该怎么办？这些面包虫看样子也快挂了，这实在是令人懊恼啊。那么本期咱们先到这里，下期再见。